二叔，我只是想借1两银子给奶奶找个郎中，怎地就谈到了婚事？你爹临走前将你托付给我，我自然要照顾你的一切。何麦啊，你可要想好，单凭你身上的负债，想要嫁人难如登天呀。现下有人不计较这些，愿意娶你，那不就是和你一起还债？你应当高兴才是啊。我嫁便是。7天后，男方的聘礼已经送来，而成亲的日子定在了下月初10。从林家院子出来，林和麦一路上掂着口袋里的8两8银子，盘算着可以买些砖瓦石料，将他和老太太住的小茅屋简单修整一番。奶奶，我回来啦！嘿，何麦回来啦！哎呦，去哪儿啦？饿了吧？奶奶猜到你快回来，锅里都烧好了水，就等你回来下面条了。是奶连累你了，奶不中用，在这个节骨眼上生了一场病。奶，你还没见过六郎吧？我曾经老远见过一次，生得高高大大，身子骨很壮实呢，是个能出力气的好手。先前这门亲事我没想通，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我想开了，嫁给杨六郎没什么不好，他孤家寡人一个，咱们往后一起过日子呗。这丫头，遗失了帕子都没发现呢，这么漂亮的一块帕子，若是发现弄丢了，会不会哭鼻子？还还是不还呢？谁呀？杨六郎。六郎来啦，屋坐吧。林奶奶，我就不进去了啊，我是来送东西的，放在门外了。奶奶，是一篮子鸡蛋，晚上咱们吃鸡蛋吧。准备将鸡蛋在灶台边上摆置好，却不想刚拿出3个鸡蛋，篮子底下垫着的一个浅绿色的东西便吸引了他的注意力，是一条帕子，是林和麦自己的帕子。那条帕子是林和麦随时随地都带在身上的，他是在哪儿捡到的这条帕子？站在小溪旁，和麦提着木桶的把手，将木桶慢慢地浸到了水底下去，这样小溪中最清澈干净的溪水便涌进了水桶。呀！失重的感觉绝望又无奈，和麦重重地闭上眼睛，等待着想象之中的剧痛传来。一只有力的大手捞住了他的腰。是你？是我，你可好？我没事，还要多谢你呢。不必。你没去打猎吗？没有，今天有事。你……他咬咬唇，欲言又止。杨六郎抬眼瞧他，黑风的眉头挑了挑。没什么，就是他想跟他道个谢，为方才他的出手相救，也为昨天将他帕子还给他的事情。杨六郎挑了下眉，结实的身体向后挪了一步，扶着和麦的肩膀，将他整个人轻松地抓起来，提到了身后安全的位置去。不走吗？林和麦慌忙点点头，跟上了杨六郎的脚步。那我等你。杨六郎略有深意的轻战眸子瞥了眼林和麦。我走了。来去犹如一阵风，脚步匆匆又稳如磐石。林和麦圆睁着眼睛，只感觉满头雾水，而莫名之中又有一点被人调戏的羞恼。他方才说的是什么？他等他做什么？家里还有半斤地瓜，和麦洗净几只到案板上切成细丁，那茄子是前几日山草送来的。晌午切些五花肉炖了，便是喷香的一道下饭菜。饭在小炉子上蒸着，锅上做着五花肉炖茄子，飘着香气的院子里不时传来咕咕的鸡叫声。等饭熟的功夫，和麦从里屋拿出几个纸包，纸包里是一些种子，是老太太生病之前她去集市上买来的，有葱的种子、茄子、辣椒、菠菜的种子。他手上忙活得不停，脑袋里却想了很多事。
给这块地势弄好了，过些日子再买点地瓜种子种上。等老太太的身体再好一些，她就去远一点的山上或是河道，左右能抓些猎物。今早在溪边遇见杨六郎，他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也让何麦深深记在了脑子里。这杨六郎怕不是个登徒子吧？装得老实巴交、正义凛然的，怎的能约姑娘夜半去他家里？他让晚上等他，到底是什么事情？奶，你饿了吧？咱吃饭。何麦，你吃吧，奶不得意这东西。奶，这就是给你买的嘛，你吃吧，要不下次我还得去给你买。何麦，你莫夹了，奶奶吃就是了。奶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咋不好吃？醒了？你什么？杨六郎向林和麦的嘴旁凑了凑。烧糊涂了，还学会骂人了？六郎，徐郎中说什么都不受震惊，这银子一会儿你帮我送过去吧。真金我已经付过，老人家不必操心。呀，怎好让你破费？何麦既定是我的妻，我自然有责任照顾她。当林和麦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是后半夜了。这还是六郎给你做的嘞。杨六郎？是呀，没想到六郎那孩子还会生火烧饭。哎呀，咱们小青村有几个男人肯进灶房给女人烧饭呀？六郎还特意去青芦村给你买了2包糕点，叫我等你醒了拿给你。林和麦凝视着油纸，心里的闷气似乎疏散了一些。奶奶，他啥时候走的？天黑了才走的，我俩一起吃的夜饭。这孩子手艺还真不错呢。第二天早上，何麦和老太太正在做晨饭的时候，便看院外来了一大堆人，打头的正是杨六郎。我们先将东西放这儿，一会儿调好了食料，到了晌午才能开工。嘿，好，好。我去挑水，你也去吧。姑娘见谅，那日我有事缠身，次日一早才回去家，害姑娘苦等一夜，着了凉，是六郎的不是。杨大哥，你怕是误会了吧？我是因为去溪里捉鱼才着了凉，并不是因为等你。人贵有自知之明，何麦劝你一句，往后做人做事还是不要太自信的好。姑娘说的没错，是六郎的错，六郎冒失了。哎，往后杨六郎有福嘞，弟妹这么勤快，长得又好看，真叫我们没媳妇的羡慕哟。何麦脸红了红，装作没听到的样子，继续倒水。快到了晌午的时候，杨六郎让他的这帮兄弟继续干活，他回家一趟。晌午这顿饭怕是还要麻烦你的，家里的东西你别莫动了，我回去拿些米肉。米肉也算不得什么的，何况家里还有。我平日不怎么在家，那些东西长久放着也该不新鲜了，我这就回去拿。一会儿你和奶奶只管做好了，让我们填饱肚子就是。杨六郎从家里拿了3、4斤的白米，还有一只风干的猪后腿，并一只剥了皮的兔子。呀，咋拿这么多？这够吃很久了。嘿嘿，六郎这个鬼道的，怕是将家里的吃食都拿来了吧？你真的都拿来了？弟妹，他把吃食都拎到你家，是想往后都来你家蹭饭哩，你莫中了他的圈套才是。哎，你管人家夫妻做啥呀？下个月弟妹就嫁给六郎，人家可不就是2口子了。弟妹不给六郎做饭，难不成给你一个懒蛋做饭？他们性子随意惯了，你莫要往心里去。哎，六郎，你小子真是个好夫妻的，没想到弟妹烧菜这么好吃。好吃就多吃点，锅里还有许多饭呢。别搭理他们，一群饿狼。日子过得很快，当秦氏纳完最后一双鞋底的时候，也到了何麦出嫁的日子。何麦出嫁的那天，身穿着火红喜服的她，美丽的如同天边的凤凰。杨六郎租了马匹和喜轿，迎亲的队伍热热闹闹的，半个村子的人都来了。上了花轿，
在敲锣打鼓的声音中到了杨家。拜堂的时候，高堂坐席上坐着持重的李正，便算是男方家的长者了。举行完一系列繁琐的仪式，何麦被送进了新房里。等到了月上柳梢头的时候，屋外吵闹的声音才渐渐散了。何麦不知什么时候靠着墙睡着了。醒来的时候，他刚刚听到轻轻的关门声和一阵细微的脚步声，应当是杨六郎回来了。一杆秤轻轻撩起了何麦的盖头，一双清湛而温厚的眸子出现在何麦的眼前。啊，哪里不舒服啊？那就是有心事了，不妨和我说说。杨林两家的婚书你应当看过吧？自然，当年约定的婚书寄放在我家中，上月我将这纸婚书交到了李正手中。那你可知婚书上写了些什么？想来应当是当初定下这门婚事时父母寄托的期望，愿儿女恩爱，无非如此。你知道我是林家的女儿，也知道我叫何曼，是否？自然。可我并非是婚书上与你约定婚事的那个女子。我虽是林家的女儿，但当初与你约定那门亲事的并不是我爹，而是我二叔。我知道，这些我都知道。林何麦替妹待嫁，以此解决家中的燃眉之急，这些已经传遍了小青村。我既然决定娶你，又怎会不知道这些真相？你忘了我曾与你说过的话，你嫁进我杨家，进了我杨家的门，便安心踏实的在此生活。无论你做过什么，我都会护你一世安宁。你既知道我是替妹待嫁，不情愿的，但你大可不必担心，我与你说这些知心话，自然代表不会强迫你做些不愿意做的事情。我虽称不上什么正人君子，但绝不会强人所难。往后你只管放宽心在家里生活，在外若你愿意，你我可以是恩爱的夫妻，你若不愿，我便尽少和你一同出入。多谢你，以后旁的我做不了什么，但洗衣做饭这样的小事儿，我还是没问题的。这样说来，倒似是我认准了要给你领回家，给我洗衣做饭的。睡吧。木板上盖着薄被子的杨六郎背对着何麦，声音轻轻地传来。映入眼帘的也不是一个普通的院落，而是满眼的落花缤纷。今儿的风有些大，院落西边吹来的清风带着桃树浅粉的碎瓣，一直飘到院落的另一角落，与梨树浅黄色的花夹杂在一起，颜色暖人而好看。这些树是你特意栽种的吗？你喜欢便种了。可这么短的时间，你是去哪儿弄来的树？一定费了很大的事儿吧？还好，没什么。这些树是从林场里买来的，因现在正是花期，想要在这个时间段种活它们，并且让它们如期开花，的确费了很大一番功夫。这些花的花期短，我便在院角种上了槐树，不过还是小树。明年这个时候，等到这些花落了，槐树就会开了。你这样做，我都不知道如何报答你。谈什么报答？我只是想让你住得舒心些罢了。你若是因此忐忑不安，总想着回报，反倒让我失去了做这些事情的本意。他温厚的眸光落在何麦红扑扑的脸上。只要你开心，我做这些事情的目的便达到了。走吧，咱们吃早饭去。歇口气儿，喝点茶吧。好，这些日子忙得紧，菜地便没工夫开出来，想来这一两日便能背好垄了。到时候想吃些什么，咱们自己种，方便得很。本来想将菜放在院子里，可院子里四下栽上了树，不透风，这菜地怕是长不好，所以在这开出来。想来这一块地只要厮弄得好，这一年来咱们都不用买菜了吧？怕是不行，我这人吃得多，这一块菜地怕是只够你一个人一年的口粮。何麦愣了一下，一想，可不，家里可是有个高大结实的男人呢。家里现在的银子不多，过几日我上山去打猎，猎下来的东西到集上换些银子，到时候我便去找李正买几亩地，将地种起来，这菜便够3人吃了。3人？不是还有奶奶吗？
他老人家平日的口粮，咱们做晚辈的自然要孝敬的。对，还有奶奶，难为你想的这般周全，照顾我家人，多谢你。可家道经历都很相似，在此生活能照顾的我便照顾了，何况我照顾奶奶，不也是为了让自己多一个家人吗？你回来了？回来了。这鹿少说也有100-200斤。这不是鹿，鹿在山里没这么好抓，这是狍子，肉也很好吃。原来是狍子，你累坏了吧？快进屋歇歇去，咱们马上吃晚饭了。好。屋子里刚点了一盏小油灯，桌子上早已经准备好热水和热茶，还有擦汗用的湿帕子。隔着窗子，杨六郎望着在灶房里忙碌的身影，满足地漾起了唇角。他想，家里多了何麦真好。哎，别忙了，那些活儿一会儿我弄就行了，你快坐下。已经2天没见何麦，他心里也惦记得很。看到这张笑脸，他可不想看着他忙来忙去。先喝碗粥暖暖肚子，这粥里加了红薯和黄豆，对肠胃好得很。味道可还好？你煮的粥是一绝，自然好。你与我说只会去1天半便会回来，今日回来的这么晚，是不是在山上遇到了什么麻烦？不是什么麻烦，而是撞上了好事。好事儿？我与你说好1天半便回来，自然要做到。今日早上便准备返程了，结果下山的时候看到一头受伤的野猪。这么说，你还猎到了野猪？对，在山腰上，手头东西太多，拿不回来。明日一早找些帮手，便能拿回来了。好厉害！你只去了这么2天，就抓到了这么多的猎物，太厉害了！没到晌午的时候，杨六郎一行3人从山腰上回来了。这野猪是六郎哥一个人猎的，真厉害！我还以为上山打猎就是打兔子野鸡，可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野猪。六郎哥真是厉害的，这野猪可远比什么豺狼虎豹厉害。不就是一头猪吗？咋还能比豺狼虎豹厉害？这野猪皮厚，不知疼，跑得还快，主要是又蠢又笨，就算受了伤也能乱窜，危险得很呐。山木这般说，何麦才知道野猪的可怕之处。哎，离远一些。弟妹，你还是听六郎的，后退些好。野猪可蠢得很，啥东西都吃，一会儿开膛破肚，若是有些不干净的东西，可莫吓到你。何麦这才知道杨六郎的用意，一言向后退了退，与山草与秦氏站在房屋底下瞧热闹。何麦，帮我烧些热水来。哎，这么大一头野猪，六郎哥可真厉害嘞。不过那野猪肚里会有什么东西？什么不干净的？不知道，怕是有屎尿之类的。我还真没见过杀猪呢。不知道就不知道吧。若是你们知道这野猪吃些什么，怕是一会儿吃不进野猪肉了。野猪拾掇好了，马二给灶房里送进来一大块。这么多肉，狍子肉已经吃不下了，还要吃野猪肉吗？才杀的猪肉不是新鲜吗？这样也能解馋不是？哎，弟妹这点和六郎真像啊，对啥东西都不客气，怪不得能成一家人嘞。杨六郎见到何麦害羞的这一幕，唇角也情不自禁地勾了起来。何麦，这可是借了六郎的光嘞，我可许久没有吃到这么多肉了。那一会儿多吃点，其实我也没吃过这么多肉了。要说咱们这些兄弟里啊，还是你大手笔嘞，这么多肉，也就你舍得拿出来都炒了。今儿这事儿我可没掺和，都是何麦做的主。哦，那是弟妹做了这一桌子肉来款待我们，要好好谢谢弟妹才是。弟妹，来，我敬你一碗。今儿没准备桂花酒，这酒烈你莫喝了。哎，都是自家人，喝多些又怕什么？你直接给抱屋里去不就得了？长辈还在这里，胡说什么？我哪有那么多讲究，没事的，快让他们吃饭吧。来，吃块肉。今儿这一桌子菜辛苦你了。你上山打猎又扛猎物的才辛苦，我和奶奶山草一块儿做些饭菜又算什么？
远比不得你的劳累，你多吃些才对。你上山需要脚力，吃什么补什么。好，哎呀，你俩可行了吧？欺负我没媳妇嘛？你俩一会儿回屋腻歪行不行啊？何麦坐在牛车干净的前座上，垂在半空的双腿快乐地轻轻踢踏着，心情好的如飞起来了似的。看着四周飞速掠过的花草林木，忽地觉得他能来到秀山村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！坐在他寸里远的六郎如何感受不到何麦的欢喜？他悄悄扭头扫了身后一眼，见到身后的少女神采张扬炫目，一张俏碧的脸上眉目恍若如画，毫无顾忌地眯着双眼，笑容灿烂。一股欢悦的情绪从杨六郎的心中升腾起来，胸腔因见到何麦的喜悦而感到微微的激荡。何麦觉得他识杨六郎是发现了一个人人知却无人发现的宝藏，而在杨六郎眼里，何麦如何不是一个天大的宝贝呢？这些我都没吃过，哪个好吃我也不知道呢。那咱们就都来一点，你看看你喜欢吃哪样，下次来了咱们再吃。杨六郎要了2屉包子，1碗豆腐脑，1碗豆浆，并2个现炸的果子和半屉烧麦，还有其他一些看着可口的小吃食。这么多，吃得了吗？你吃吧，吃不了还有我呢。好吃吗？吃饱了吗？好吃，都很好吃。倒是你，怎么吃的不多？我怕你吃不了了呢，没想到你的胃口也不小。等会儿我怕是要饿肚子了。哎呦，都怪我。那再要些早点吧。逗你的，看你吃的那么香，我早饱了。走，进去看看。怎么来这儿了？我素来不喜欢这些东西，还是别买了。不喜欢也看看。哎，我听大成说他媳妇儿最喜欢来这里了，就算不买，来瞧瞧心情也是好的。可能是他媳妇儿喜欢这些东西。那你看看喜欢哪个？却不想他这边还在目不暇接地看着，那边六郎已经沿着他的目光吩咐伙计包了2盒胭脂了呀。走吧。随后2人去了米粮店，称了2斗米2斗面。哎，再想想还有什么要买的？没什么了，咱们回家吗？还没买完，去那边瞅瞅。方才结算胭脂的时候是用的六郎的钱，他隐约听胭脂铺老板说了个价钱，大概是600文。他暗暗想着口袋里那2个小盒子比方才买的这2斗米2斗面还要金贵，不禁咂舌，想着要将这2盒胭脂多用些时日，用完可不再买了。来这儿做什么？我们回去吧。哟，杨公子来了，这是内人，劳烦掌柜的给内人选一套衣裳。嗨，令夫人容貌秀雅清宁，若是再配一套漂亮的衣裳，怕是天上的仙女都比不过了。夫人想要什么样的衣裳？一套简单一点的就行。这套很好看。姑娘眼光真好，这是新进的窄袖琉璃纹，只剩最后这件。哟，这尺码正适合姑娘呢。这套怎么卖？旁人我都卖2两银子，不过杨公子嘛，熟客，1两5钱好了。他当时便头一扭要走了，这时却忽地看到身旁位于店铺中央的一件喜服，煞是眼熟。这就是杨公子买下的那套喜服，想来夫人穿在身上一定是个惊天动地的大美人啊。这身喜服多少银子？这价没变，还是6两6钱银子。6两6钱。何麦咬着唇，心里的情绪竟不知是纠结还是心疼还是喜悦。看中哪套了？姑娘喜欢这套窄袖流纹裙。杨六郎包了衣裳，拉着魂不守舍的他出了成衣店。再去买些糕点，咱们便回去了。你上昼忙忙碌碌，这会儿都晌午了，饿不饿？渴不渴？六郎，以后别再买这些东西了。你不喜欢？我觉得这套衣裳很适合你，才……不是，是我配不上这身衣裳。何麦，
若是你觉得我花银子大手大脚，下次我们精细些便是。我第一次带你来镇上集市，自然要买些东西给你。不是，我就是觉得你别再对我这么好了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真的把我当你媳妇儿了？真对不住，这话我不应该说第二遍的，可我真不想让一辈子的婚姻大事交到我二叔他们的手里，就好像我没有任何价值似的。长久的沉默，何麦甚至不敢抬起头看杨六郎一眼，他心虚得很。我知道你的意思了，走吧。何麦坐在牛车上，脚边是米粮袋子和采买来的货品。这会儿他垂头丧气的，没精力也没心情细数今儿都买了些什么。杨六郎坐在前面赶牛车，也不再跟他拉话。耳旁除了呼啸而过的清风，便是牛蹄子哒哒哒极有节奏的声音。牛车一路回到小青村里，两人也没再交谈一句。此时已经是日央前后了，何麦跳下了牛车，先进了院子，而杨六郎卸下了车里的东西后，去给徐江还牛车。都说阳春日子种菜忙，现下何麦手中有了种子，将家中活计做完，更是在那块地里忙得抬不起头来。杨六郎买来的种子还真不少，似是特意照何麦的喜好来，买了茄子、莴苣、柿子、黄瓜和蚕豆，还有辣椒的种子。在播种子之前，何麦拿了水盆往地里洒了些水，这些种子便安静地躺在了土里，最后还要在上层的土面上覆一层细细的薄土，只等着过2-3个月便能吃到清爽可口的菜食了。上昼匆忙地将菜地里的活计弄完，何麦赶忙做了晌午饭，与六郎一同吃了。下昼又去了秦氏那儿一趟，昨儿买来的糕点给秦氏那儿送了2包，给山草那儿送了1包，何麦自己留了1包。鸡都孵出来2窝了，你拿回去几只，搁家里养着吧。奶，搁你这儿养一阵子吧，等家里的小狗长大一些，我再把鸡抱回去。回去的时候，六郎不在家里，等到快做晚饭的时辰便回来了。何麦想起往日做晚饭的时辰，灶房里只有他们2个，却总是充满着快乐与开怀。而与今日一对比，景况实在有些让他忧心。一连几日，他们就像是说好了似的，默契的彼此保持着这样不远不近的距离。每日和六郎在山脚下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温馨而宁静。而他心里那份悸动，也因六郎每日的温言柔行而逐渐转为宁静平和。最近他的目光都在不由自主地追随着杨六郎了。这夜入睡之前，何麦洗漱完毕了，便看着杨六郎洗手洗脸，出门泼水，查探门栓。哎，想什么呢？眼睛瞪得这么大。没想什么。你现在睡在地上还好说，到了冬日可怎么办？没事儿，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。你若怕冷，到时候抱着这屋里水取暖都可，没人拦着你。何麦张张嘴巴，想要解释的话吞进肚子里。罢了，越描越黑。这日上昼，两人吃罢饭后便上了后山腰，从山上割了猪草，又采了蘑菇，一路说说笑笑的回到家里。何麦呀，秀娟婶儿，你咋来了？屋里坐。坐啥坐嘞？不坐了，快跟我走。六郎呢？六郎也跟我走。你哥回来了。我哥？林和林啊？和林回来了，还带着个女人。我看呀，你们家又要添喜事了。你哥有媳妇儿了。一个今日在学堂读书的学子，一回家竟然带着个女人，这怕是个笑话吧？奶奶，孙儿不孝，爹去世这么大的事儿，孙儿都没能回来看爹一眼，您和爹白养我了。是你爹不准将这事儿告诉你的，你回来有什么用？耽误课程不说，难道回来
你爹就死不了了。是啊，何林，你这孩子心软，若将你爹的事儿告诉你，怕是会影响你明年的乡试。就是呀，何林呐，听你奶的，甭哭了。奶，你哭什么？谁惹你生气了？呀，何麦，好了，林子，别哭了。这呀，是你妹妹何麦。何麦，何麦，妹妹。何林，这姑娘是……奶，这是你孙媳妇儿，秀儿。孙媳妇儿？你什么时候成的亲啊？好几个月了，奶。好几个月？你不是在书院读书吗？怎么会成亲呢？林和林，你是不是个男人？哭起来有完没完？细大点事说半天，说完了没有？说出来你自己做的好事有那么难吗？干脆我来说好了，你们家林和林早在4个月之前便从学里退学，与我成亲了。什么？4个月之前？4个月之前？何林，你，我去找徐郎中。你们都在这儿围着做什么？我没事儿，都散了吧。奶，吓死我了。徐江在小桌子上写完了方子，将方子交给杨六郎，并嘱咐用法用量。哎，这女的谁呀？啊，叫秀儿，具体什么来路还不知道。满身红尘气，是何麦他哥带来的狐狸精吧？哼，你眼睛倒是毒。切，一看便是青楼来的女子，我见得多了。要不我出去待一宿吧。那怎么行？那不是不打自招吗？他们是假夫妻的事儿，岂不是要被全村人都知道了？那我睡地上吧，我体格壮，现在天气也暖和，没啥。不行，地风能吹死人，不能到地上去，就在床上睡。何麦在黑暗里窘着脸摸索上了炕，被子尚且能将就盖着，枕头却只有一个。唉，早知道这样，他平日多给屋里备下一床铺盖多好。你睡这儿，男人家身子壮，不盖被子也没什么。你听话，好好睡。背着月光的六郎面庞上的一双眼睛熠熠生辉，明亮的让人想要多看几眼。何麦似乎在这双眸子中沉醉了几分。杨六郎瞧他一脸迷怔的小脸在月色下显得格外娇俏，定定凝视着自己的样子平添了一分清媚，不经意中诱人无比。早点睡。他压着快溢出胸口的心跳，平静地对他说。何麦一张脸滚烫。何麦低低应了一声，把脸缩进被子下面。微亮的目光中，那抹宽厚的身子上盖了件小夹袄，但只能虚虚地搭到腰间。他干脆轻手轻脚地将被子转了半个圈，一面搭在自己身上，一面轻轻地盖在了杨六郎的身上。这下六郎就不会着凉了。清晨的时候，院里应当是最为安静，可今儿从杂间那儿传来一阵高过一阵，一声比一声娇腻的动静，直叫人心跳加速。六郎耳力不比何麦差，自然也听到这令人心慌乱的声音了。两人从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，到大眼瞪小眼地对视着，听杂间传来的动静。我昨晚睡觉不老实，害得你没睡好吧？哎，不急，你再躺会儿。六郎脸上泛着不自在的红晕，飞快地抓起里面的夹袄，窜出了屋里。过了一会儿回来，满头淋着水。我去烧水。哎，何麦在灶房里生火做饭的时候，杂间的那对儿便出来了。想起方才听到的那些声音，何麦狠狠瞪了秀儿一眼，心里骂道：不害臊！青天白日在人家家做那种事儿，他也好意思吗？林和林也不是个好东西，哪有做哥哥的在妹妹家干这种事儿的？有没有点兄长的样子？妹妹烧早饭呢。
那个早饭我和秀儿就不在家里吃了。二叔昨儿说让我俩起来就去他家。妹妹，那你们走吧，不用和我解释。哎。何麦将小饭桌端到了院子里，六郎担着一捆柴，脚边跟着小黑便回来了。哎，何林呢？去二叔家了，咱们晌午怕是又得喝粥。喝粥好，你做的粥最好喝。尝尝这个。这几日菜地里都没好好饲弄，将这块菜地开出来的这些日子，地里已经小有收成了。嫩绿的小葱和盐穗长了出来，还有一些小地瓜已经冒了头。何麦铲了地边又浇了水，给地里收拾了一通才回屋。到了黑间的时候，杨六郎回家，再盖一间房子，这可不是个小事儿。六郎，你是为了我哥他们，大可不必。他们不是，是为了奶奶。如今何林回来，看他的样子是准备长住下去了，可总让他们在杂间住着也不是个事儿。我便想着，这几日将新屋盖起来，到时候给奶奶接来和咱们同住，让何林他们住在猫院里，岂不是很好？我怎么没想到，这的确是个好法子。之前我便这么想的，但手头总有事务，正巧这阵不忙，便将房子盖起来，快得很，顶多3-5日，通通风就能入住了。难为你想得这么细心，六郎，多亏了你。明日我去召集人手准备材料，后日就动工。那今晚我多做2个好菜，咱们庆祝一下。一会儿我把奶奶叫过来。快吃晚饭的时候，秀儿回来，身上穿着一件花红柳绿的新衣。衣裳这么快做好了？呆子，哪那么快？是二叔带我去成衣店买的衣裳，好看不？好看，好看。很贵吧？贵呀，2两银子呢。我吃饱了，你们吃吧。也不知何林出去当过，这饭食可怎么办？奶，你别操心这个，女人是她自己找的，她乐意在秀儿面前当奴才，咱们拦不住。对，饿了就喝西北风去。2天之后，六郎将盖房屋用的石料、砖瓦、木笋都采买齐全了。哟，弟妹，可有一阵子没见，又漂亮嘞。马儿哥，又劳烦你们跑过来帮忙，我和六郎心里真过意不去。晌午想吃什么尽管说。嘿嘿，弟妹就是痛快啊。往常六郎这儿有什么活计要大伙过来帮忙，兄弟们少说也要挨个2-3日才过来。现在六郎一招呼咱们保准过来。哎，不为别的，弟妹的手艺最是勾人的。哼，还好意思说呢，一个大男人嘴那么馋，肯定讨不到媳妇儿。山草，别这样。哎，你这丫头倒还是一如既往的伶牙俐齿啊。怎么这些日子不见到我，没人和你斗嘴，怕是想坏我了吧？你这泼皮无赖得很。好了，山草，我们去烧水，今儿家里人多，怕是得多准备点东西。新屋子加盖在杂间的一侧，加盖新屋首先做的便是打地基，得先把院里松软的土质挖出来，挖到老土层，给这些土换成硬实厚重的粗沙、灰土之类。六郎采买的全是最好的粗沙。何麦，你嫂子呢？秀儿出门了，她还不是我嫂子。何麦呀，山草也在呀。奶，你咋来了？这边乌烟瘴气的，不是说让你别过来吗？哎呦，你们2个小丫头哪儿忙得过来呀？盖房子是个力气活，今儿来的孩子多。哦哟，弟妹对六郎可真好嘞，这不是情让我们这帮光棍眼红吗？呵呵，吃饭还堵不住你的嘴。一会儿我还在屋里。在屋里？那样的女人，我怕她脏了我的炕。今晚你就别和我抢了，这2件袄子我盖着足够了。熄了灯，2人在炕上望着灰暗的屋顶，他们的距离贴切的似乎连眨眼的声音都听得见。窗外是温柔平静的夜晚，屋里是静谧幽宁的气氛。明天我还是问徐江要2块板子，
睡在地上吧。其实今天就这么打算来着，结果忙昏了头。也好。一连3日，这伙人干活的青年都在杨家里忙活着。到了晚上，青年们照例将活干完，吃罢了饭，收工回家的时候，秀儿赶忙又凑到了徐江身边。徐大哥，哎，怎么了？有事吗？我头也晕，眼也花，每天院里乌烟瘴气，连个消停处都寻不到，我都快难受死了。徐大哥能不能帮我看看？不是昨天刚看完吗？你没怀孕，也没什么病症，比那院里的小黑还健壮嘞，难受啥？还有啊，昨儿说好瞧病是要诊金的，昨儿的诊金还没付，怎么今天又想让我给你号脉啊？哎，你想让我给你看病也可以啊，诊金倒是付给我呀。哼，他明目张胆的给我哥头上戴绿帽子，欺负我们家没人了吗？哎，他这红杏出墙的意思，怕是谁都看出来了。徐江的为人你大可放心，绝技不会做出格的事情。次日早上，六郎便挽弓拿剑，带着何麦一起去上山。因家里还有老太太，两人倒也没有准备去太远。在山上的2个多时辰，两人的手里硕果累累，2只野鸡，1只兔子，小黑还叼来1只被他咬得半死的蛇。这只是普通的菜花蛇，没毒。这蛇肉和鸡一处炖了挺好喝的，不过若你害怕，咱们就扔了吧。还能炖汤？真的没事吗？当然，和鸡一处炖了就叫龙凤呈祥，味道鲜美得很。你若想尝尝，一会儿回去我露一手给你看。好，那就留着吧。奶奶，我们回来了。老太太从院里站起来，挂着笑意冲他们招手。奶奶，小黑今天立功了，抓了1条蛇呢。真的啊？小黑都这么能耐了？可不，这小东西厉害着呢，长大了更不得了，对不对？六郎进屋子，将蛇肉和野鸡先给拾掇了，等着晌午做羹汤。何麦，你哥好几日不曾来过了吧？今儿晌午叫你哥过来吃顿饭。我哥何林生的气早就消了，这会儿他犹豫着是因为秀儿。要不一会儿给他送些肉过去好不好？没事奶，一会儿我去叫他们就是了。秀儿呢？今儿是还债的日子，他去镇上了。他去镇上了？他去镇上还债了？嗨，对，这事儿早点了结，我们也能松口气。那你们银子从哪儿来？你该不会……我把貔貅给秀儿，让她去当铺先当了，等日后我们手头宽裕，再给赎回来。赎个头啊！你被骗了，大傻子！什么？妹妹，你知不知道秀儿是什么人？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。秀儿这个名字，这个身份，通通都是假的。怎么会啊？这绝不可能！我不是和你说过？他说她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女子，他这么说，你都不查查就相信？他不会骗我，妹妹。我知道你对秀儿成见很大，眼下我俩这是换了居所，她还不适应，所以脾气坏，身子懒。我问你，他说他欠了银子，那追债的人是赌坊的吗？你亲眼见到秀儿去赌坊了？这没有。和我在一起后，秀儿自然改邪归正，我劝她别再去那种鱼龙混杂的地方，她就听从了。哼，傻子，从头到尾这就是个圈套，你被骗了。秀儿走了多久？半个时辰吧。你这个……算了，你且等着吧，他不会回来了。哥，门前蹲着的人影可不正是林和林吗？他怎么在这儿蹲着？呀，你俩回来了呀？你哥和徐江等了你们1个下昼，实在没人商量，才把我和你叔叫过来嘞。进去吧，那晃精婆娘在里头嘞。原来六郎从徐江那儿拉了马车，载着何麦去镇上。徐江刚要出门，就被秀儿堵在屋子里。秀儿拿了那块翡翠貔貅，说要徐江和他私奔，可秀儿自己没一会儿功夫说漏了嘴，
说出这块翡翠貔貅是林长君给林和林的传家宝。废话不多说，3下5除2绑了秀儿。林和林心里已经感知到了一些什么，只是他还不愿意相信这一切是一个骗局，直到在秀儿的另一身衣裳里摸到一张卖身契，卖身契上的名字叫红月，而卖身契的乙方则是镇上的怡红楼。从头到尾，这就是一场骗局。他林和林被一个青楼女子耍得像条狗，而他还在这儿痴望着盼她回来。徐江看他这样子，心有不忍，便叹口气说：“总不能这么等着，得先找人过来看管这女人，他们再去给六郎报信。”哎，不用给六郎报信儿，直接报官。我哥他真要去报官了？可不，徐江方才陪着他去李正家借了驴，正说明早正要去。哎呦，成，快刀斩乱麻，这才像个男人的样子吗？我是被迫的，这一切都是林长喜让我做的，找人骗和林说我欠了赌债，让我勾引和林，叫他不知道他爹死了，把他的貔貅骗到手。再说我不是没得手吗？那貔貅已经还给和林了，你们干啥还要给我报官？哼，你不是没得手，你是太蠢，想找个姘头跟你私奔，结果遇上了坐怀不乱的我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这人在你家绑着一晚，能行吗？行，你们尽管放心，明儿一早保准原封不动的送到官府去。唉，我真是个蠢货。哥，你别这么想，每人都是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那女人接近你就是有目的的，咱们哪能知道？唉，罢了，不想这些了。你和奶奶说的没错，我是林家最后的男人，一定得支撑起这个家，让你和奶奶依靠才是。哥，咱们什么事都不急，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好好的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走，咱回去吃饭。路上没走几步，何林就抱着肚子丝丝吸着冷气，说让何麦他们先回去，他得去方便一下。徐江回去没多久，又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了，慌里慌张地说大事不妙，秀儿跑了，不见了。徐大哥，罢了，由他去吧。秀儿的事情算是暂且告一段落，她怎么逃出去的，大家心知肚明，只是谁也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罢了。六郎，我想明儿开始找徐大哥借2本草药图鉴，试试草药。怎么忽然想认草药了？采些草药回去好卖银子呀。那日我听徐大哥说啊，这山上不少草药呢，什么当归、何首乌、红花，好多呢。要是我认识了草药，平时每日和你上山时，就不光能采蘑菇木耳了。咱们1个月去一次集市，将攒着的草药卖到药铺里去，不是能添一笔收入吗？我也得勤快着点，多做些贡献才是。只凭着你去打猎，实在辛苦你啊。没问题啊，一会儿回去我就管徐江去借书，和你一起看。你也要看啊？是啊，左右你平时上山，身边必须得有我，那认草药的活儿少了我算什么？早点攒出银钱，才能早点搬到镇上给何麦换大宅子，对不对啊？对。其实你是想告诉我，我认识了草药也不可独自上山吧？切，我听得出来。是了，这山上危险，可不准自己一个人去，知道了吗？遵命。上山打猎的那天，何麦给六郎准备了好些吃食，夹着5花3层烧肉的油饼，喷香松软的馒头，还有一包芥菜肉丝。知道你打猎不能放太多东西，可你若2天不能回来，这些吃食怕是还不够呢。这次我预备去远一点的地方，指不定几天回来，一会儿你就给奶奶接过来。这几天在家里住着，有什么事儿就去找徐江。还有一点啊，不准自己上山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我在家里没什么，你在山上才要万事小心，早点回来。何麦望着六郎的身影看了好久，直到六郎的身影消失在树影中，才怅然若失地转回头去。六郎不在的这几天，
何麦嘴上不说，心里也总是很惦记的。尤其是夜深人静，院里院外都沉浸在月光的照耀下，那么安静的气氛诱着他心底的思念慢慢滋生，发芽爬藤。何麦掰着手指头算，当一只手都用完的时候，他已经坐不住了。杨六郎已经5天没有回来了。六郎不是一般人，区区野兽罢了，还没有能将六郎降服的猎物，再安心等一日。如果明儿他还不回来，我带兄弟们上山找。可第6日，杨六郎还是没有回来。这次徐江再也坐不住了，去了镇上，将马二、田大成他们都招呼过来，10来个人一起上山去找六郎。这山多大呀！山后面还是山，一眼望过去绵延不断的山。谁知道六郎现在在山的哪一个角落里待着呢？又有谁知道他现在是在山腰还是山顶，亦或是山洞里？第8天的上昼，徐江一行人抬着个血染了满脸的人下了山。六郎摸到了老虎洞穴，不想被2只棕熊给堵在里面。本来斗完2只棕熊抽身而退也没什么，偏偏六郎割熊掌的时候，那老虎回来了。所以放心，徐江的医术好着呢，六郎的伤势也不算严重，伤口在背上和脸上，旁的地方没事。弟妹啊，其实猎人遇上这事儿也正常，可能这次的熊掌太过珍贵，换了往常，六郎知道这情况不妙，铁定将这熊掌一扔，独身而退是没问题的。六郎怎么样？他有没有大碍？失血过多，晕着呢。反正他没事儿，就是破了相。破相了？破相了。六郎破相了，你还要他不？要，他变成熊瞎子我也要。